大家好，我们来继续讲解加密货币的量化交易软件。然后这节课讲的是交易对选择与测试。本节课如果讲完的话，算是完成了1/3的章节。然后前10章的内容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更偏向于理论的一些操作。那到了后面的章节以后，它的这个学习难度会有一定的增加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边比如说像参数的这个优化入门啊，这个地方就涉及到编码的一部分了。然后这个高级策略的一个分析啊，还有这个策略评分相关的风险管控，然后策略组合的一个分散。那这些地方就相对来说，学习起来难度会比之前要难一些。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章节的内容。首先的话，这章节内容我们学习目标是学会选择合适的一个交易对啊。然后课程，不同的交易对有不同的这个特征啊，然后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交易对还有策略啊，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我们来看一下主流币和山寨币的一个区别啊。那主流币里面，比特、以太这个就属于这个叫大饼、二饼吧，这两个就属于市值第一和第二的，这没得说的。然后币安的这个市值也是比较大的啊，锐波币、索拉纳和这艾达，这个就相对来说稍微小一点，但是它整体上还行啊，它的这个流动性比较好，交易量比较大，然后波动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价差小，价差就是一个法典涉及到法典的。那法典小的话的这个中间交易的这个成本就会降低。还有就是它成交量比较大的情况下，那专家想去控盘，一个人想去控盘是比较难的。另外就是信息比较透明，但是它的这个收益相对比较低啊。你想通过这个一下子像合约或者是山寨币那种赚到很多钱这种的情况是比较难的啊。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中盘的一个币了，像Link 其他的我不太很这两个有听过，那其他的几个不是很熟啊，不是很熟悉。然后它的这个就流动性也还好，但是它的这个波动比较大，收益也比较大，那适合做这种就是属于中等风险的啊。那山寨币的话，就是第一个它流动性差，波动大，然后它的价差也大。就这个法典，你要是急着想成交的话，你要付出一定的法典啊。然后它是容易被控盘的，它很多钱，它的第一个它市值小，它第二个的话，它这个筹码可能很多掌握在专家或者主力的手中啊。然后另外一个信息也是不对称的，他准备拉的时候，他放一个利好，他把筹码都收集好了，然后呢，反过来准备抛的时候，做空的时候，他换一个利空，这样的话你玩起来都是一个不对等的。那除非你有更有一定的消息来源，不建议这个玩这个，你要少量配置也，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啊，我就不建议了。那对比一下主流币和山寨币的一个对比啊。那主流币的话，它每天的这个成交量是在这样10亿左右，大于10亿的啊。中等的币的话就是一百兆到1 bit，就是10亿。然后山寨币的话就小于这个100兆的。那日内波动的话，一般情况除了极端情况，一般你很少看到比特和这个以太，它一天能走出5%以上的啊。当然，极端行情就那么一两天会有，但是这种山寨币它一天，比如说10%到30%，有的时候100多都有可能，100多都有可能，滑点也是比较大的啊。然后新手的话，建议还是玩这个主流币为主啊。那这个就是一些理论性的东西啊，保守配置啊。如果你像比如说比特、以太、币安这种就相对来说比较保险一点的。那另外平衡的话就是中盘币、主流币占7，然后中盘币在3啊。如果你是很激进的投资者的话，那这个主流币比这个是中盘币，还有山寨币，还有一些合约啊这种杠杆，还有这种期权合约这种呢就风险更大了。那这种的话谨慎参与啊。然后流动性的一个评估，
你首先要评判一下它的这个24小时的一个成交量啊，然后查询的方式，通过这个币安的一个接口就可以通过这个可以进行一个查询。那这个就是对比啊，那这些成交量都在这个几百兆以上的，那这种呢流动性就不存在问题了。那这个成交量只有2兆的，这个有可能你想出货的话，就得付出比较大的一个滑点了，而且它波动比较大。然后订单部的一个深度啊，在不同水平上挂单的一个数量啊，这个简单了解一下啊。其实这个东西，如果你们有玩一段时间，应该比我了解的更透彻。这个概念性的东西，我就不多过多的讲解了。然后另外就是这个波动率的一个分析啊，这个就是它的日内波动率啊，最高价减去最低价，然后再除以最低价，然后再乘一个100，那这样的话就得出就是它的一个百分比。那日内波动的话，你要是稳健的投资者的话，最好是在2到5之间的，这种呢会比较稳定一点。超过20%、10%到20%的这种呢不建议我，不建议我。然后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波动率测试的一个脚本，这个是首先下载数据，然后这个是查看它的一个波动率，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波动率啊调整它的这个 ROI 的一个目标。然后这个是多交易对的一个组合测试，那可以把它这个配置在这个就是交易对的，把这个你关注的这个币种配在这里面就好了。那后面去用这个策略来做回测，它就可以默认的它会选择所有的，你也可以指定要测试哪一种策略，测试哪个币种，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测试结果，然后来判断一下它的这个相关性，然后来构建这个最优的一个投资组合。然后实践任务的话，这个就是练习了，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后面会把这个放在评论区下方。好，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好，谢谢大家。